以為能一步登天，結果呢，融不進的英國，回不去的香港，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根筋兩頭堵。有網友調侃的更狠，當年播新聞的金嘴，現在用來介紹樓盤，主打一個從頭再來。還記得那個演過《壯志雄心》《烈火戰車》，當年在 TVB 鏡頭前風度翩翩、侃侃而談的主播林子博，就是那個2021年踩着 BNO 簽證風口，喊着給孩子更好的未來，依然帶娃移民英國的林子博。可誰能想到，才短短4年，他直接带着子女連夜返港，尖沙咀辦粉絲见面會，當着所有的面大吐口水。在英國有件事真的熬得他好辛苦。更扎心的是，連林子博這樣有知名度、有人脈、能轉型做博主的移民佼佼者都扛不住。那當初跟風賣了香港房子、辭了工作、揣着畢生積蓄漂洋過海的普通移英港人，被英國花式背刺以後，到底還有出路嗎？本期視頻咱們透過林子博的移英血淚史，看清23萬移英港人的真實絕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林子博今年54岁，TVB 老牌主播加演员，《壯志雄心》裡的精彩演绎，《烈火戰車》裡的亮眼鏡頭，當年在香港也算小有名氣，走到哪都有人喊一聲林生。2021年8月，英國推出 BNO 簽證半年以後，他帶着一对子女移民英国。那會兒多少人羡慕他選對了路，覺得他能靠着名氣在英國風生水起。可誰知道這一去不是天堂，而是4年渡劫。近日他返回香港，女兒直接去新城電台實習，全網都在猜，這不是暗戳戳回流是啥呢？連他都被英國折磨得沒脾氣。英國的移英美夢到底藏着多少坑呢？想搞懂這事兒，先從莊子秋水裡的邯鄲學步說起。燕國壽陵少年覺得趙國人走路好看，跑去學，結果非但沒學會，自己還忘了怎麼走路，最後只能爬着回去。林子博跟一众移英港人就是現代版的壽陵少年，放着香港的人脈，工作安穩日子不要，聽着英國履行歷史責任的空話，盲目跟風移英，以為能一步登天，結果呢，融不進的英國，回不去的香港，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根筋兩头堵。粉絲見面會上就有個觀眾調侃他，笑着說林生你當年在 TVB 西裝革履播新聞，現在咋瘦了這麼多呢？是不是英國的面包不好吃呢？還是花粉症把你給磨垮了？林子博笑着回应，花粉症是真的苦，在英国4年，每年春天都得打噴嚏，喘不上氣儿，返港才終於能好好的呼吸了。這話聽着是玩笑，背後全是心酸。咱們先扒扒林子博移英4年的4重暴擊，每一個都戳中移英港人的通病，也讓我們看清英國高福利天堂的真面目。第一重暴擊花光積蓄陪妻抗癌，前 TVB 主播竟淪為地產中介，本末倒置丟了根本。林子博移英的初衷其實特別讓人心疼，為了陪妻子抗癌，他花光了多年的積蓄。可2021年移英後，他的妻子還是不幸離世，只留他獨自帶娃。在香港，他是家喻戶曉的主播，找工作拓展人脈手到擒來。可到了英国，沒人認識他是誰，語言不通，規則不熟，昔日名氣一文不值。為了養家，他只能放下身段去華人地產公司跑樓盤帶客戶，風吹日曬，跟當年在演播室的風光来比，那落差比香港到英國的距離还大。有網友調侃的更狠，當年播新聞的金嘴，現在用來介紹樓盤，主打一個從頭再來。估計林生自己都沒想到，移民移成了房產銷售。這裡就是《論語記事》裡的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林子博跟很多移英港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本末倒置，把移英當成了目的，卻忘了自己的本是在香港的技能、人脈、生活根基，丟了根的樹到哪都長不好。這也是他在英國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。第二重暴擊為了給孩子找好教育移英，結果呢，子女險些無書可讀。英國教育全是坑，很多港人移英最大的執念就是讓孩子接受更好的西式教育，林子博也不例外。可他到了英國才发现，所謂的優質教育根本就不是為華人準備的。他在見面會上坦言，剛到英國時最頭疼的就是孩子入學，2個娃險些無書可讀，最後靠一個笨辦法才勉強找到學校。至於啥辦法也沒明說。
但他那個無奈呀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這可不是林子博的獨立，全網移英港人都在吐槽孩子入學難。有港人跑遍10幾所學校，要麼因為語言不通被拒，要麼因為沒本地住址被擋，最後只能咬牙送私立，1年10幾萬英鎊學費，壓得喘不過氣兒。我還聽過一個特別搞笑的事兒，有個港人為了給孩子報名，每天早上5點去學校門口排隊，排了1個星期終於見到校長。結果人校長張口就問：“孩子英語能到 B2 嗎？”他當場就懵了，心裡想：他自個兒都考不過，這孩子咋可能呢？然後我就灰溜溜走了。孟子離樓上說呀：“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”英國的教育有自己的規矩，但這規矩從來不是為移英港人量身定做的。他們既不懂英國的教育規則，又沒足夠的資源，想讓孩子順利入學，自然難如登天。反觀香港他們熟悉教育體制，有本地的戶籍，孩子入學順風順水，偏要捨近求遠，這不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嗎？再看第3重暴擊，被英國好環境忽悠了。花粉症折磨4年，新鮮空氣变成催命符。林子博在見面會上反覆強調，英國最讓他熬不住的就是花粉症。4年裡每年春天都被折磨得死去活來，嚴重的時候還得去醫院。返港後瞬間症狀消失，眼神也清澈，終於能安心呼吸了。這看似是個小問題卻折射出移英港人的環境適配痛點。很多港人移英前都被英國的新鮮空氣、優美環境洗了腦，結果到了英國才發現，潮濕寒冷的氣候根本就適應不了，花粉症、水質過敏成了家常便飯。有個港人吐槽，在香港從來不過敏，到了英國不僅对花粉過敏，連自來水都不能喝，每天買瓶裝水，1年水費就得上1000英鎊，這哪是享受生活，明明是花錢買罪受去。道德經說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，事物往往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。你越期待英國的好環境，就越會被環境問題磨垮。這就是移英港人的真實寫照。轉型 YouTuber 博主抱團取暖，孤獨壓力雙重夾擊，異國他鄉沒有歸屬感。他的妻子離世以後單靠地產中介的收入根本養不活家。林子博只能發揮自己的主播功底，跟李婉華、杜挺豪抱團創辦了 YouTuber 頻道豪華博客，分享移英生活，想掙點家用。可自媒體這條道並不好走，英國華人受眾有限，頻道關注度不高，收入更是不穩定。更難熬的是孤獨。作為單親父親，他既要工作又要帶娃，每天忙得腳不沾地。深夜入境，孩子入睡以後，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看英國的夜景，連個說心裡話的人都沒有。他說那時候經常問自己，他到底為什麼要來這裡？這也是所有移英港人的心聲。在異國他鄉沒親人沒朋友，遇到困難沒人幫，心裡委屈沒人說，哪怕是林子博這樣的名人也難逃孤獨的折磨。有個港人調侃的特別真實，在英國最奢侈的就是找個人一起喝早茶，聊香港往事，可這點心願就難如登天。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英國有 BNO 的政策天时，可移英港人最缺的就是人和。沒有熟悉的圈子，沒有溫暖的陪伴，再優越的條件也只是冰冷的房子，不是家。聊到這兒肯定有家人要問，連林子博這樣有知名度、有人脈、有退路的人都被英國折磨得繃不住，要返港。那普通的移英港人沒資源、沒人脈、沒技能，被英國花式背刺以後，還有出路嗎？說實話，每次看到這個問題我都忍不住嘆氣兒。林子博的繃不住是有選擇的無奈。他能辦粉絲見面會掙錢，靠自媒體謀生，就算拿不到英國永居也能回香港靠着昔日人脈重新立足。可普通移英港人呢？他們在香港只是普通白領、小商販、小店主，移英前賣了房辭了工作，孤注一掷想拼個未来，結果到了英国只能做貨倉搬運工、餐廳洗盤子、超市收银员，底層工作，連感冒發燒都不敢請假，多請1天假，房租、電費、孩子的生活費就斷了。英國去年收緊移民政策，把永居門檻從5年變成10年，還加了英語 B2， 年收入12.8萬港幣的要求。受傷最深的就是這些普通人，他們大多英語連 B1 都達不到，收入更是差了一大截，拿不到永居就成了真正的一根筋2头堵。回香港房子賣了，工作沒了，連立足的地方都沒有。留英國呢，只能拿臨時簽證，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，隨時可能被政策拋棄。
有個40多歲的港人在香港開雜貨店，每年掙幾十萬，日子安穩。2022年跟風移英，賣了店湊了80萬港幣，結果到了英國呀，不會英語沒技能，只能去貨倉搬貨，每天工作12個小時，工資呀還不到香港的1/3。政策收緊以後啊，他徹底慌了，在網上哭訴呀，早知道林子博這樣的名人都扛不住，他當時啊就不該跟風，現在錢沒了，家沒了，連活下去都難。還有個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，跟着父母移英，找了1年工作，最後只能去餐廳洗盤子，每天被老板罵，被客人歧視，連回流的路費都湊不齊，毀的肠子都青。道德經說呀，強梁者不得其死。那些逞強好勝、盲目跟風的人，往往難有好結果。這些普通移英港人忘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忘了《論語》裡3思而後行的告誡，看着別人移英就跟着上，最後把自個兒的路逼進了進退兩難的絕境。家人們，林子博的移英經歷從來都不是他一個人的故事，而是23萬移英港人的一面鏡子。這面鏡子照出了英國的算計。所謂的 BNO 簽證，所謂歷史責任，不過是英國為了收割香港人勞動力跟資金，畫了一張大餅，等英國賺夠了就該收網，卸磨殺驢，把移英港人當成棄子。這面鏡子也照出了盲目跟風的代價。總覺得外國的月亮比較圓，放着自己的根兒不要，最後只能摔得頭破血流。這些人就是鬧不精明一個問題，不管是移英還是留在香港，真正的出路從來不是靠某個國家的政策，而是靠自己的双手跟頭腦。有本事有眼光，在哪都能站穩腳跟；沒本事盲目跟風，就算到了所謂的天堂也只能過着地獄般的日子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見。